云手。首先，我们一起来看刘老师的示范。预备，开步，脚尖扣正，起势，一，指尖翘起来；二，两臂向前向上，慢慢拉起，抬至与肩同宽同高；三，翻手回包；四，翻手下按。当两手到小腹前，两腿微曲，外撑，气意鼓荡。云手，右转腰，左转腰，两手上举，翻掌，落手对身，抱球提起，松肩垂肘，松腰松胯，气沉丹田，翻转，翻左手，落手对身，抱起来，松，再走，右手翻掌，落手对身，抱一个圆球，松肩垂肘，气沉丹田。刘老师，刚才真的就光看了第一式和第二式，就让我们看到了太极的美，特别的漂亮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您一起来学习这两式。首先，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式的分解动作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我们接预备动作，开步。第一式要起势，分4个分解动作完成。一，手指尖微微翘起，要翘到45度，不要翘得太重，第二，两手向前向上拉，脚往下踩，形成对拉八堂，脚跟离地，把脚跟要离地，对，离开地面，重心呢在两脚掌，手与肩同宽同高。三，翻手回包，成一个抱球状，重心回到脚跟上来。手往回收的时候，同时脚跟就落下。对对对。第四，小手指外挂，两手徐徐下按。当两手到小腹前的时候，两腿微曲，外撑。在拳论上叫气意鼓荡，就是膝盖往外撑的时候，手也要跟着撑，整个人体跟个气球一样，要气意鼓荡，鼓起来。这样，那我们就是练这一招式的气息该怎么调整？我觉得我练的时候一直是提着气的。这个气息呢，首先是在这个拳里边有叫外道内行。什么为外道呢？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。这就要从肢体上的外边的动作来引导体内的气血、经络在行。通过动作来调整气息。调整气息，对。这样呢，就说你呼吸呢，不要考虑它，只考虑动作，把动作记住了之后，做熟练了，你的气息呼也好，吸也好，就会很自然的就配合上。那您觉得做这一套动作里边，就是你觉得哪个动作是最关键的？我们这个动作刚开始要求这个手指尖呢，要略微一翘，翘的时候呢，既要翘起来，要从地面呈45度，不可以呈90度。如果你要是翘得太大，是不是手腕会发紧、发僵？你这样手腕一僵的话，小臂也会僵，大臂也会僵，这就造致什么叫滞？气血不流通，就滞。从养生来说，它就是说这个阻挠你的气血流通。所以说要顺乎于这个人体的生理的节律，很自然的。好，
但是呢，这个是着劲儿哈，有的人一使劲儿可能就到。但是呢，这个手呢抬的时候呢，要用这个手指尖领域往上拉，就如同好像有个皮筋在手指上系着一样。脚底下呢也好像踩着2股皮筋一样，这样拉起来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说现在的都知道太极拳呢是以柔克刚。但是有一个误区呢，就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把这个柔给软搞毁了，他做起来成这样的，看着很软。你打他，这不是太极拳所要求的这种柔。它这个捶软是无力的，柔里边它还有个刚性，还有个韧性在里边。这个可以通过技击来表现。那在我们刚才学的这个起势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当中，也有它一定的技击性。对。那能不能现场的给我们先做一个示范？可以。我们请于先生跟刘老师配合。这个刚才我们讲这个起势吧，手指甲为什么这样一翘？其实这个手指甲领域呢，就可以小臂产生属于叫捧力。就说对方有一句话叫“触手寒捧似围墙”。对方来力的话，只要一挨就可以把对方弹出去。刚才我讲，它不是一个捶软的拳种，它是柔里边是有刚的。比如说2个手按住我的胳膊，你这样如果捶软的话，它就把你按住了；如果你的手指这一领一弹，它就弹出去了。这个劲儿从哪来的？就是从这个手指甲领域，然后这个内力传递在你这个胳膊上、小臂、大臂。比如说你画一个位置，你画到这个地方，你看着很软，这也是这样，走，它就弹出去，它不是一个捶软的。另外就是这个抱的时候呢，要小手指往外挂。这个小手指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你说这个外挂是什么意思？这要用小手指给这个耻骨这儿产生一个力点。这样一翻一挂，然后按下去。你这挂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手腕往下压，要压到最低的地方吗？压不下去为止。要把这个挂起来。这个我们在这个太极拳里边都知道，可能就是不练太极拳也知道，4两拨千斤。那么怎么来拨？它这个就是说，它这个动作能产生这个动作就可以4两拨千斤吗？对，就是产生比较是明显一些。好。比如说你当对方跟交手的时候，对方力量这样向我这进攻过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。这个小手指跟这个耻骨这个手腕就在这儿，上下间你推走。就是往下压的时候，然后给他了一个力道，是吧？太快了，这动作。慢一点，你看这样挂。出去了吧？然后还可以往这边挂，你看，然后这就发出去。就是把对方拨开，把对方的力从我的身体中间转移向左。或者向右，然后破坏对方重心，接着你也可以发力，这就是在这里面。我现在还不能发力，但是我学会了。所以你别看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其实它有很多力道在里边。我真觉得那个看的时候，真的很多人在练太极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它是软绵绵的，就是好像追求所谓的行云流水啊。对，它那个它是柔中有刚的。不可以混淆的，它不是个软，是柔。从文字上讲来说，它柔里边是含有一种韧性、刚性，就是说，必挨我何处，我意在何处，必有这个，你挨到我哪个地方，我哪个地方可以把你这个发出去、弹出去，这个概念。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日积月累的、慢慢的磨练去感悟的哈。刘老师，我真没想到，我们这个一开始学第一式就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4两拨千斤哈，见识了太极拳的威力。这是我们看到它在技击方面的这个意义已经很明显了。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，就是在这一式哈起势当中，对养生方面它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吗？其实从这个动作要领当中呢，已经包含这个养生的作用。动作这个要领呢，比如说讲究那么。规律中正安舒，身体要拔起来，是吧？不偏不倚，不能左摆右晃。前俯这个后仰的，你看刚才做动作很正。对。其实，在拳里边还有一句话，骨正筋柔，气血自流。这骨正就是骨骼呢要正，
你比方说，我这样做的是正的，我这样做的，它就是不正的，是吧？这就是固不正了。固不正了，它那个筋，就不能揉。为什么筋不能揉呢？你这样它自然的这个筋给固关节，哎，它拉的很舒服。那么通过打太极拳，轻松柔滑的一种运动的，就很柔软的。如果你比如说你摆个这个随便别个动作，它可能靠这个地方，它骨也不正，是筋也不柔了，就别在那个地方。别在那个地方会产生什么效果呢？它就气血不太流的不太通啊。所以说要骨正筋柔，气血自流。所以就别人看着你觉得你的坐姿不舒服，其实你自己也不舒服。哎，对对对。但是其实还有一个，从这个处事当中来说，有时候给人家印象也不好。是是是。这个呢就是这个，在这个拳界里边有这么一句话，叫立定脚跟，竖起脊，脱开眼界，放平心。这既是练拳一个非常重要的要领，也是做人处事一个要领。就是我们上节课学的这个预备式，您反复强调脚底下要稳，然后教了我们这个浑圆桩哈，脚底下稳了之后，上身还要正直，这样才能挺拔。然后像您说的，整个这个气血脉络才能通畅。